今天我用一个视频教大家7种挤曲奇的手法，那每一个手法我都会讲得非常详细。干货视频十分难得，建议大家赶快收藏起来。面糊全部拌好后，我们装入裱花袋中。你装面糊的挤一个口，然后再另外用一个裱花袋。我们这一次是用的这个圆形的裱花嘴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面糊装进去，这样好转换。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，我们先挤这一个。先慢慢用力，均衡的，然后像画一个桃心一样，然后再提起来，最后落到这个角落上。然后就是这个举的方法是最简单的，大家可以先学这一个。我们再重复一下，先画一个像桃心的一样，然后再挤过来。第二种我们是用的8齿曲奇裱花嘴。然后我们挤的是这一种，就比较简单一点的，也是我们从简单到难。我们这个直接画一个圈，但是要提起来，它才会有好看的纹路。好，收尾的时候就手不用力，然后提起来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挤的时候一定要提起来，它还会有这样的纹路。好，这个很简单，画圈圈就可以了。另外，我们用8齿的同样的齿嘴挤另外一种，像这一种。好，我们先用力，但是要提高一点，然后画小小的圈。好，提起来，然后我们这一种裱花就可以了。就也是稍微画圈圈，但力度不要太大。好，提起来我们就不要用力。好，提。好，这样一个就也挤好了。这是第4种，我们同样用8齿的裱花嘴。好，我们是要画一个圆圈形状的，收的时候要上提一下，前期要重，好，重放下去，然后转一圈，好，收尾的时候提一下，好，要重，然后转一圈，然后提一下。我们提的时候不要用力。第5种，我们是用6齿的曲奇裱花嘴，挤的是像这样的形状，有一点点像玫瑰花。好，我们也像刚刚这一个差不多，只是说要稍微提起来，它才有棱角。好，也跟刚刚那个差不多啊。然后挤下去画圆圈，然后收。还有点像玫瑰花一样的形状。第6种是这种多齿的，好，这一个是15齿的，大家可以买更多的。好，我们挤的是这种，就是多齿的裱花，这个很简单，但是也要掌握力度啊，就是稍微提起来有一点点的距离，然后不动。好，差不多大小，然后我们就提起来。好就可以了，包括上面还可以放一些杏仁啊，或者是核桃啊，这种就适合这一种裱花嘴。最后一个用的是珍妮曲奇裱花嘴，然后它挤出来是这一个样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放在这里不动，稍微离烤盘要有一点点的距离，然后挤，边挤边往上提。好，这是一个。慢慢挤的时候，它会自己有褶皱，所以说慢慢往上提就可以了。好，也可以挤一个多一点的层数。大家注意一下啊，我们的珍妮曲奇裱花嘴和6齿的曲奇裱花嘴它是有区别的。我们来对比一下，就是我们6齿曲奇裱花嘴它的齿纹要深很多，而珍妮曲奇裱花嘴它的齿纹要短很多，要浅一些。
像我们的珍妮曲奇挤好后，我们要将它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至少2个小时以上定型，不然的话它烤出来会塌下去。大家一定要多练习，才能掌握挤曲奇的力度。通过这一期视频，大家掌握了7种挤曲奇的方法了吗？把软化好的黄油倒入盆中。 用打蛋器低速稍微把它打发，打发至顺滑，稍微发白，然后我们加入糖粉，我们先稍微搅拌一下，再开动打蛋器。我们打到看不见糖粉为止，然后我们分2次加入蛋液。 第一次打到一定是蛋液完全被黄油吸收了。好，第一次被黄油全部吸收的蛋液，然后我们再加第2次。如果一次性加入的话，就很容易油水分离。蛋液全部被吸收后，我们加一点香草精，然后稍微开动打几秒就可以了。最后，我们将玉米淀粉和低粉全部塞入，我们用刮刀切慢的数法。 慢慢的，面粉就会被黄油吸收。